1971年，联合国正式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将全球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导致极度贫困和弱势的国家列入名单，并给予特别援助。放眼当今世界，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集中在非洲，但亚洲也有9个国家榜上有名。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度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有的甚至比非洲国家还穷。其中排名第1的国家更是被外界形容为人间炼狱。究竟亚洲哪9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他们的贫穷源自何处？人民又过着怎样的日子？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9大亚洲最贫穷国家的现状。让我们从第9名开始，一路数到第1名。第9名，不丹。说起不丹，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以国民幸福指数闻名，有最后的香格里拉美誉。然而，在繁荣幻象的背后，不丹其实是一个彻底的农业国，经济相当落后。这个内陆小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国土面积约38000平方公里，人口仅约80万，大多数人以农牧为生。不丹长期实行封闭的政策，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始有限的现代化。该国202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5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50名开外。尽管在南亚各国中，名义 GDP 人均数据不丹算是较高的，但国内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和基础设施极为薄弱。不丹政府强调国民幸福总值，而非经济增长，实行严格的环境和文化保护政策，例如限制旅游人数、收取高额旅游费用等。这些政策虽然维护了生态和传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流入和工业发展。不丹缺乏像样的现代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都很小，年轻人大多从事农业或政府工作。全国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自给自足农耕是主要生活方式。由于地处崇山峻岭，不丹的对外交通严重受限，至今没有一条铁路，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仰赖毗邻的印度，电力则主要依靠兴建水坝发电并出口印度换取收入。即便如此，不丹每年国民总收入仅约2000多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准。经过多年努力，不丹终于在2023年12月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毕业，摆脱了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的标签。然而毕业不代表富裕，不丹当前经济依然脆弱，对外依存度高，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如果未来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多元化，提升教育和工业化水平，这个喜马拉雅小国的发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第8名，孟加拉国。孟加拉国虽然凭借过去20年的努力，成功摆脱了极端贫困，但目前仍是亚洲最穷困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位于南亚的恒河三角洲，面积约 14.7 万平方公里，却拥有约1亿7千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71年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独立时，经济几乎一片废墟，被时任美国国务卿戏称为国际裸底之国，意指无底洞般需要援助。经历数十年奋斗，孟加拉国的经济才逐渐起飞。近年来，孟加拉年均 GDP 增速保持在 6% 以上，截至2022年 GDP 总量已突破4000亿美元，人均 GDP 也提高到约2500美元。特别是服装制造业蓬勃发展，使孟加拉成为全球第2大成衣出口国，带动了就业和外汇收入。同时，银行小额贷款和农村发展计划也帮助数千万人脱贫。然而，孟加拉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数据上，该国广大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根据统计，孟加拉至今仍有约20%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极端高人口密度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孟加拉难以摆脱贫穷的2大原因。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挤在狭小的国土上，土地和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低，大城市如达卡拥挤不堪，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供水、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孟加拉地处平坦的三角洲平原，境内河网密布，且大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受到洪水和气旋侵袭。每年雨季，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洪水都会冲毁农田和村庄，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庄稼绝收。2019年的超强气旋风暴
就使数百万孟加拉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惨重。为了生计，不少孟加拉贫困家庭不得不将妇女和儿童送进成衣厂工作，工资微薄且劳动环境恶劣。此外，孟加拉国还承担着接收邻国缅甸罗兴亚难民的重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压力。尽管挑战重重，孟加拉国近年来在减贫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仍获得国际肯定，预计将在2026年正式从最不发达国家毕业。但要真正成为一个人民富足的中等发展国家，孟加拉未来仍需大力改善基础建设，控制人口增长，并提高国民教育水准。第7名，老挝，辽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东南亚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区域唯一完全的内陆国。老挝位于中南半岛，与中国、泰国、越南、柬埔寨和缅甸接壤，国土面积约23万6千平方公里，人口仅700多万。老挝在1985年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此后经济发展始终步履维艰。由于没有出海口，老挝对外贸易和交通十分不便，货物进出口必须依赖周边国家的港口和公路运输。再加上老挝多山的地形，境内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难以修建，许多偏远乡村与外界几乎隔绝。这些地理条件导致老挝的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水准非常低，大部分老挝人仍以传统农耕为生。至今，农林业从业人口占全国劳动力超过60%，主要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在一些山区仍然存在。经济上，老挝严重依赖邻国投资和国际援助，工业产品和生活物资高度仰赖进口。老挝本身虽蕴藏一定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但开发能力有限。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水电建设，想把老挝打造成东南亚蓄电池，思亲修建水坝，将湄公河等河流丰富的水能转化为电力出口。然而，水电项目资金多由外国贷款支持，也引发环境和社区搬迁问题。老挝政府在债务和发展之间艰难平衡。为了修建跨境铁路、高速公路和水电站，老挝从中国等国大量举债，外债规模激增。2021年底，中老铁路通车，老挝终于有了一条连接境外的现代铁路，这对改善内陆交通是重大利好。但高昂的建设成本也令老挝负债累累。由于偿债压力巨大，老挝在2022年一度出现债务违约风险，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率飙升，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即使如此，老挝政府仍计划在2026年争取退出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不过，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说，老挝的脆弱经济很容易因外部冲击再度陷入深度贫困。未来老挝需要面对的不仅有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还包括如何在邻国夹缝中维护经济主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难题。第6名，柬埔寨。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湄公河流经国境，西靠泰国，北接老挝，东临越南，南临泰国湾。这个国土18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拥有约1600万人口，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民族。然而，在美丽的吴哥窟和热带雨林背后，柬埔寨长期以来深陷贫困泥沼，直到最近20年才开始逐步改善。根据数据，2020年柬埔寨 GDP 总量约为295亿美元，人均 GDP 约1750美元，相比21世纪初，人均提高了将近6倍。2000年时，柬埔寨人均 GDP 仅约301美元，如今增长了近800%。柬埔寨经济近年的崛起主要仰赖3大支柱产业：石油与矿产、旅游业和制衣制鞋等轻工业。近海发现的油气资源为柬埔寨带来外汇收入，吴哥窟、海滨岛屿等景点吸引大量国际游客，而大量外资开办的制衣厂为柬埔寨创造了数百万就业岗位。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加上当地政府奉行亲商政策，这些年外国投资带动了柬埔寨的高增长。2016年至2019年间，柬埔寨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7%， 一度被视为亚洲新兴小虎之一。尽管脱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柬埔寨要真正摆脱贫穷，仍有漫长的路要走。首先，柬埔寨的底子极差。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赤柬政权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4年内造成全国约1/4人口死亡，城市精英和知识分子几乎被清洗殆尽。毁灭性的内战和种族灭绝让柬埔寨彻底倒退回原始社会。虽然1979年越南出兵推翻了赤柬，但此后又经历了长期内战与动荡，直到1998年内战余波才平息。国家开始重建时可谓一穷二白，教育方面尤为落后。目前柬埔寨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总人口约 1.2%， 整整一代人的文化断层使柬埔寨在人力资本积累上落后周边国家太多。其次，柬埔寨自然条件的局限也令其发展受限。该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虽然年均降水量达2000毫米，但雨季和旱季极端分明。5月到10月好雨成灾，11月到次年4月又干旱少雨，农业受天候影响大，欠收风险高，而森林覆盖率高达 60% 以上的地形也限制了可耕地面积。此外，柬埔寨产业结构单一，附加值高的工业几乎没有，本土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经济高度依赖外资工厂和旅游业，一旦遭遇全球经济不景气或疫情等冲击，就业和收入马上陷入困境。以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例，国际游客锐减导致无数与旅游相关的人员失业，经济增速从前一年的 7.1% 暴跌至到 3.1%。未来柬埔寨急需拓宽发展路径，利用自身年轻人口的优势，吸引更多多元化产业，同时要改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这样才能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使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第5名，缅甸。缅甸是一个资源丰富却长期贫穷的大国，它位于中南半岛西部，国土面积达到6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00万。缅甸曾经在历史上富庶一时，英殖民时期因盛产稻米和玉石、柚木等而有东方米仓美誉。然而自20世纪中叶独立以来，缅甸经济几经沉浮，如今依然处于亚洲国家的底层。缅甸在1962年发生军事政变，此后近50年由军政府实行封闭的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几乎与世隔绝。直到2011年前后，军方开始推行民主和经济改革，缅甸才一度迎来发展机遇，吸引大量外资涌入，经济增速一度达到每年 8% 以上。然而好景不长，2021年2月，军方再度夺取政权，导致国内动荡不安，大量外资撤离，西方国家重启对缅甸的经济制裁，政局倒退的后果立竿见影。缅甸经济在政变后急剧萎缩，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目前缅甸人均 GDP 仅约1200美元，相比邻国泰国和中国相去甚远。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2022年缅甸贫困率高达 40%， 比政变前几乎翻了1倍。导致缅甸贫困的因素十分复杂，包括常年战乱、民族矛盾、经济封锁和腐败滥权等等。首先，缅甸是世界上内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自独立以来，境内众多少数民族武装与中央政府军冲突不断，直至今日，在克伦、克钦、若开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仍有武装对峙，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全国领土。这些内战使缅甸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无法在全国范围开展，许多少数民族村落极度贫穷落后，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罗兴亚人问题，导致大量穆斯林罗兴亚人逃难他国，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制裁接踵而至，进一步拖累了缅甸的发展。其次，缅甸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宝石矿产、森林和良好的农业土地，但资源诅咒明显，军政府年代至今，国家资源的开发权被军方和权贵垄断，普通百姓难以从中获利。缅甸每年出口大量原油、天然气和宝石，但收入大部分流向军方企业和精英阶层，政府财政反而常年捉襟见肘，民生投入不足。再次，长期的国际制裁与闭关锁国政策让缅甸错失了全球化浪潮。在邻国纷纷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时，缅甸直到最近10年才开始工业化起步，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
疫情和政变的双重打击下，刚萌芽的工业体系凋零，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返乡。如今缅甸农村地区依然非常落后，2/3以上的人口从事低产出的自给农业，全国仍有将近1半的人口无法用上电。2023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缅甸正面临粮食危机，农民因战乱和气候异常而欠收，数百万人吃不饱肚子。展望未来，缅甸只有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与和解，结束军政府的独裁统治，社会经济才能回到正轨。倘若民主转型和对外开放再次中断，这个资源丰饶的国家恐怕仍将在贫穷中蹉跎下去。第4名，尼泊尔。夹在中印2个大国之间的尼泊尔是世界上地形最险峻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尼泊尔古称尼婆罗，历史上曾是中国藩属国，2008年才废除君主制，成为共和国。尼泊尔国土面积约147000平方公里，与柬埔寨相仿，但人口超过3000万，几乎是柬埔寨的2倍。人口多而土地少，再加上开发程度低，使尼泊尔人均 GDP 长期偏低，2022年约为1336美元。这一水准不仅远低于全球平均，也低于非洲国家的人均水平。尼泊尔贫穷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交通和地理的严重制约。一方面，尼泊尔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对外贸易必须依赖印度的港口转运。一旦邻国发生政治或经贸变故，尼泊尔的物资进出口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尼泊尔全境有近1半土地位于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高原地带，北部更是喜马拉雅山脉耸立，世界最高峰圣母峰就坐落在尼中边境。极端崎岖的地形使国内河流无法通航，铁路几乎为零，公路铺设也非常困难。截至目前，尼泊尔全国铺设的柏油马路总长度仅约 1.4万公里，相当于台湾的2倍，但要服务于40倍于台湾的国土面积。许多尼泊尔山区村落与世隔绝，物资全靠人背处驮，道路一遇他方阻断，居民生活立刻陷入困境。落后的交通和电力供应也妨碍了产业发展。尼泊尔境内尽管蕴藏着铜、铁、铝、锌等矿产资源，但由于无法规模化开采和运输，矿业对经济帮助甚微。尼国最丰富的水利资源同样因缺乏建设能力而未被充分利用。专家估计，尼泊尔河流的水电蕴藏量相当于3到4座中国三峡大坝的发电量，但受制于技术和投资，迄今仅极少部分得到开发。截至目前，尼泊尔全国电力供应有将近 65% 的缺口需要从印度购买，或由民间自备发电机填补。可以说，恶劣的自然条件让尼泊尔的现代化步履维艰。除了地理劣势，政治和社会因素也使尼泊尔陷入贫穷陷阱。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姓国家，尼泊尔长期受制于内部政治斗争和制度不稳。1996年至2006年期间，尼泊尔爆发了长达10年的内战，导致上万人丧生，国家发展几乎停滞。内战结束后，又经历了废王朝、立共和的一系列巨变，政局一直动荡反复，频繁更迭的政府难以制定长远的经济政策，贪腐和低效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尼泊尔的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劳动力技能不足，严重缺乏工业化所需的人才，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到海外打工谋生。目前，尼泊尔是世界上对外劳务输出依赖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务移民寄回的汇款成了尼泊尔经济的支柱之一，但也导致本国工业和服务业更加萎缩。所幸的是，尼泊尔虽穷，却不至于饿肚子，农业占该国就业人数约70%。粮食自给率高达 97%， 大部分地区能自给自足，加上喜马拉雅壮丽山景每年吸引大量国际观光客，旅游业成了少数亮点之一。近年来，中国与印度都加大对尼泊尔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投资，尼泊尔也计划在2026年与孟加拉、老挝一道脱离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未来如果尼泊尔能改善政治稳定性，善用邻国投资发展水电、旅游等潜力产业，这个喜马拉雅小国或许有希望逐步改善国民生活，摆脱贫穷山国的形象。第3名，东帝汶。东帝汶是亚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它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占据地汶岛东部，面积仅约 1.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4万。作为一个袖珍国，东帝汶的整体经济规模非常小。2021年的 GDP 总量约20亿美元，人均 GDP 约1500美元。可能有人觉得1500美元人均收入似乎不算太低，但问题在于东帝汶的经济结构中蕴藏着巨大的脆弱性。全国 GDP 相当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收入的填充，而普通百姓实际能分到的财富少之又少。目前东帝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1.87 亿桶，天然气约7000亿立方米，能源蕴藏丰富，但碍于历史和现实因素，这些油气资源的开采权和利益被邻国澳大利亚攫取了大半。根据东帝汶独立前与澳方签署的协议，帝汶海油气田收益有超过一半要被澳大利亚拿走，这意味着东帝汶的石油财富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国民收入。实际上，该国大部分民众每年仅挣得几百元人民币，平均每月支出不足300元。能源之外，东帝汶可谓一无所有，没有像样的制造业，农产品也缺乏竞争力，甚至连该国自创的货币仙塔沃硬币都无法自行铸造，只能委托葡萄牙代造。由于本币不便流通，东帝汶索性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国内商品几乎全靠进口，导致物价奇高。在首都地利打计程车，每公里车资高达约6元人民币，基础建设更是极其落后。直到今天，全国约 65% 的家庭没有电力供应，更不用提电脑、洗衣机等现代设备。居民生活基本停留在半自给的农耕和渔猎阶段，很多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日子。东帝汶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被残酷的历史所塑造，这片土地曾长期沦为殖民地和战场。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统治地汶岛东部长达数百年，直到1975年葡萄牙撤离时，东帝汶才匆匆宣布独立。但好景不长，仅9天后，印度尼西亚便派兵入侵并将其吞并。印尼的武装占领持续了24年，给东帝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当地爆发的游击抵抗和印军的血腥镇压，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估计有1/10人口在占领时期非正常死亡，超过30万人沦为难民。一直到1999年，在国际压力下，印尼同意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人民才选择摆脱印尼统治。但印尼支持的民兵在撤离前实施焦土政策，烧毁了 70% 以上的房屋和公共设施，摧毁了该国超过一半的经济基础。2002年，东帝汶终于正式独立建国，为这漫长而悲壮的独立之路画上句点。独立后，东帝汶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援助，国家开始重建。然而，历经100年殖民和战乱创伤的东帝汶百废待兴，可用人才奇缺，产业近乎为零。虽然依靠石油收入建立的石油基金为政府提供了一定财力，但由于缺乏产业消化资金，这些钱大多用于进口消费品和支付庞大的政府开支，并未有效带动经济循环。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居高不下，一部分人选择出国打工，而留在国内的不少加入了帮派，导致社会治安令人担忧。教育和医疗资源同样匮乏，文盲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亚洲名列前茅。地理上，东帝汶身处偏远海域，远离主要航运和贸易枢纽，也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曾寄望的石油天然气田在近年逐渐枯竭，更让经济前景雪上加霜。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东帝汶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民族和宗教冲突并不突出。政府在探索利用剩余油气和渔业、咖啡种植等优势，谋求经济转型。未来的道路依然艰辛，但经历过最黑暗岁月的东帝汶人民正努力从废墟中寻找希望。第2名，也门。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是中东地缘战略要地。然而，战略位置的重要并未给也门带来繁荣，相反，长期的内乱和外战让它成了中东最贫困凋敝的国家。也门现有人口约3300万人，国土面积约 52.8 万平方公里。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前，也门曾分为南北2个国家，北也门亲西方，南也门奉行社会主义。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差异，
双方对立严重。1990年，南北也门实现统一，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困顿、部族矛盾和宗教分歧，引发此起彼伏的内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也门局势每况愈下。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推翻了执政33年的总统萨利赫，国内陷入权力真空。而2014年底起，以什叶派的胡塞武装为首的反政府力量发动叛乱并攻占首都，政府流亡他国，也门全面内战爆发。自2015年起，沙乌地、阿拉伯等国介入也门战争，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拉锯，也门遂成为地区大国代理人战争的战场，战火持续至今，将也门经济彻底拖入深渊。根据统计，也门2021年人均 GDP 仅约$650，这还是纸面上的数据，实际情况更为惨烈。由于战乱导致经济活动几乎停滞，超过 80% 的人口陷入贫困，数百万人处在饥荒边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21-22年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将也门列为倒数第9位，全球191个国家中排第183，属于人类发展水准极低的国家。战争摧毁了一切，城市基础设施被炸毁，工厂停摆，医院学校难以运转，大批平民流离失所。目前也门全国各派系混战，一边是胡塞武装在北方建立政权，另一边是南部分离主义势力与流亡政府勉强控制南部部分区域，还有基地等极端组织在农村地带活动。普通也门百姓夹在乱局中，面临着缺衣少药、饥饿和战火的多重威胁。据联合国估计，已有超过37万也门人在战争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死亡，其中包括因饥荒和医疗匮乏而死的儿童。更危险的是，也门境内大量儿童因营养不良发育受损，整整一代人的未来被战争毁掉。看到今日满目疮痍的也门，难以想象10多年前这个国家人均 GDP 还有$1557，是现在的3倍左右。也门其实拥有一定的石油蕴藏和多种矿产，战前也曾出口石油赚取外汇。如果和平恢复，凭借曼德海峡的航运要冲地位，也门经济理论上有迅速反弹的希望。然而和平遥遥无期，各方势力分裂对峙，看不到妥协的迹象。国际人道援助虽然提供了一些缓解，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世界食品计划署警告，如果战争再持续，也门恐怕将出现21世纪最严重的饥荒，数百万脆弱生命将面临饿死危险。当前的也门人民除了期待战争终结、外部援助，别无他法。第1名，阿富汗。高居亚洲最不发达国家榜首的阿富汗，几乎是贫困和战乱的代名词。这个位于中亚和南亚交界处的内陆国家，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常年战火使阿富汗经济凋敝，人道危机深重。被称作帝国坟场的阿富汗，如今更像是一片人间炼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阿富汗2021年的人均 GDP 约$368。要知道，早在1981年，阿富汗人均 GDP 就超过$300，而经过了40多年，几乎在原地踏步，历史高点也不过$652。这意味着阿富汗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几乎半个世纪里没有实质性提高过，可谓惨绝人寰。贫困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动乱。自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阿富汗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战争。苏军撤出后，内战继续，塔利班崛起后，又爆发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长期战乱让阿富汗遍地废墟，社会结构支离破碎。2021年，美军和北约部队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本以为战争结束，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内的各派仍在局部地区交火，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不承认，经济制裁未解除，女性被禁止就学就业，人力资本备受摧残等，使阿富汗前景依然暗淡。除了战争本身，腐败、教条和毒品经济也深深拖累着阿富汗的发展。阿富汗社会由多个部族和民族组成，派系林立，中央政府难以对地方实现有效治理，长期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军阀割据，使外部援助和资源无法公平惠及民众。塔利班上台后，
反而因理念极端拒绝许多国际援助项目，特别是限制妇女受教育和工作，导致大量女性从公务员和老师等岗位被赶走，整个经济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阿富汗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沦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大量农民种植罂粟赖以为生。毒品经济一方面毒害了阿富汗年轻一代，另一方面助长了腐败和暴力，破坏正常经济活动。塔利班执政初期曾宣称禁绝罂粟种植，但实际上阿富汗经济对毒品的依赖并未根除，许多农村别无他物可以维持生计。阿富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铁、油，以及价值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稀有金属如锂、稀土等。然而，矿产开采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技术和投资，这在当前阿富汗难以实现。基建方面，阿富汗的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在战火中毁坏殆尽，农业灌溉体系年久失修，大部分农民依赖传统降雨种植，抗灾能力极低，连年干旱加剧了粮食短缺，全国粮食价格飞涨，不少家庭每日只能以饼干和茶充饥，医疗和教育更是陷入崩溃，大批医生、教师逃往国外，儿童辍学率达到惊人的水准。联合国数据显示，阿富汗目前有约 97%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许多家庭不得不卖掉女儿或者器官来换钱为生，令人闻之心碎。讽刺的是，曾经占领阿富汗20年的美国花费了 2.26 兆美元在这场战争上，相当于统治期间每年给每个阿富汗人花费3500美元。如此天文数字的投入，本可以重建起一个繁荣的阿富汗，但最终却大多消耗在军事开支和腐败中，并没有转化为这片土地的长久发展。现在战争暂时结束了，阿富汗进入所谓战后重建期，百废待兴。然而和平仍然是稀缺品，经济制裁、极端贫困、族群矛盾、毒品贸易等多重挑战，压得这个国家喘不过气。未来阿富汗能走向何方，取决于内部能否实现包容性的治理和稳定，以及国际社会能否以建设性方式重新介入帮助。至少在目前，看不到阿富汗可以迅速摆脱全球最穷国之一地位的迹象，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时间。时间将检验这片饱经沧桑的高原能否迎来真正的和平繁荣。从不丹到阿富汗，以上我们盘点了亚洲9个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他们有的因战火连绵而满目疮痍，有的受制地理环境而发展迟滞，有的深陷制度和历史的泥淖难以自拔。这些国家的人们，许多每日为了温饱而奔波，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安全对他们而言都成了奢侈品。当然，我们在痛惜他们的困境时，也能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人类发展指数其实都有所提升，人民平均寿命延长，识字率上升，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下降。国际社会和区域邻国的援助，以及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正一点点改善着他们的处境。未来，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技术的传播，也许这9个国家中会有更多能像柬埔寨那样毕业、脱贫，甚至一步步摆脱落后的标签。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同时看到他人的苦难遭遇，也更让我们珍惜当下的生活。让我们怀抱善意和同理心，关注这些贫困国家的命运变化，因为地球村中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唯有共同发展，整个世界才能变得更美好。